花了上百亿，搞了8年的大桥，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塌了。印度人费尽心机，结果就搞出了这么个豆腐渣。印度人还淡定地表示，不就塌了一堆桥吗？又不是第一次，习惯就好。然而这桥说是塌，其实是腐。印度人贪腐起来究竟有多离谱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与中国、不丹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缅甸和孟加拉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贪腐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，有的国家廉政度高，贪腐问题小，但也有国家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无一不贪，而印度就是一个贪到骨子里的国家。有数据统计，印度行贿率高达70%，是亚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让印度人办事儿，只有2种办法，一种就是打他大嘴巴子，一直打他服为止，而另一种呢，就是给钱给他满意为止。想让他们不贪呢，是不可能的。就连抗洪救灾的钱，都有官员能从中贪了1.7亿卢比，换算成人民币将近1500多万。不仅如此，在2021年，印度还有个部门把国家煤矿资源低价卖给私人企业，部分官员呢瓜分了近1.86万亿卢比，也就是16亿人民币，连救命的钱和国家财产都敢伸手，你说他们胆子有多大？既然如此，贪点修桥的钱还不是手拿把掐？这么严重的贪腐问题，就连印度人自己都有点绝望。在上世纪，就有人表示，政府拨款就像洋葱一样，凿一层剥一层，最后真正能用到实处的还不到15%。而现在呢，能剩个10%出来，估计都有点够呛。有时候真的低估了印度人贪腐的离谱程度，就连国防军队这种重中之重的地方，贪起来丝毫不手软。印度的军费开支近700亿美元，位居世界第3。用这么多钱呢，不用再搞研发，反而在世界上买。但在国际市场上，印度一直都被当成冤大头的存在，因为它总会高出正常价好几倍的价格来采买。当你笑印度人连买东西都不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笑你怎么挣钱都不知道。举个例子，印度买过法国的阵风战机，单价2亿美元，而法国卖给其他国家的价格呢是单价6000万美元。最离谱的是，连最顶尖的 F-22 单价也只要1.5亿美元。印度花这么多钱不卖最好的，却买了个次代产品，这离谱的价格，毫无疑问就知道其中贪腐究竟有多严重。然而这种事不仅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生。2009年，有群印度大兵拿出上千万的预算，说是要买侦察车，结果确实带回了22辆车，同样都是4个轮子，但不是侦察车，而是高尔夫球车。这一下可好，这群人训练也不去了，整天开着车到处去打球喝酒。因为军队啥都要贪一笔，印度的铁路甚至有了个潜规则，只要是当兵的就多收一笔小费，大家互相贪腐，你就说离谱不离谱吧。不仅是军队，有数据统计，每个印度家庭每年至少有1万卢比要拿出来行贿，穷一点的地方呢可能会少一点，虽然是不多，但哪家好人的家庭支出里会多出一个行贿支出啊？这简直不要太炸裂！印度人贪吗？当然贪，可以说贪到骨子里去了。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贪呢？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体制，一个是文化。印度独立之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国大党掌管着印度的政权，垄断权力，这些人自然而然的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疯狂敛财。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，甚至是印度总理，都亲自下场表演什么是真正的贪腐。国家政府如此，就更不用说底层民众了。就算有人有心改变，但在这庞大的趋势下面，要么溅不起水花，要么加入其中。现在我们总说的莫迪老仙儿，他之所以能打败国大党，就靠反腐这张牌。但能上台归能上台，而且莫迪呢确实是个廉洁的人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真正的反腐成功。很多时候呢，反腐在印度只能算是假大空的口号。除此之外，受当地宗教的影响，其实那些官员们呢，贪腐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为啥？因为宗教告诉他们，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哪怕是杀人罪，只要去恒河喝水、洗个澡啥的，就能洗去罪孽。而且他们的教义还说，这一辈子受苦就是为了下辈子能享福，所以遇到事别反抗，多忍忍，这样你下辈子就能去贪别人的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印度的民众都没了反抗的意思。当然还有一点，就是贪腐在印度都形成了产业链，每到这种程度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任何人的利益都会受损。你说印度有谁敢动？别看印度设置了反腐法律，但和厕纸没啥区别，根本没人查，就算有也会被重大轻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